么首先，我想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我可以这样形容啊，这个内战总算是终于结束了。这个内战呢，总是最伤的。那现在共主出炉啊，这个人呢，大家非常的熟悉，叫做朱立伦。朱立伦过去就当过国民党的党主席，也代表国民党参选领导人。他也曾经是干得相当不错的这个桃园市长啊。那么这次呢，他重出江湖，一统江湖哈。这次感觉上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得票率45.78%，可以说是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以来可以说是最低的得票率。他的票数呢是85164票，那么张亚中呢是6万多票，这个选的也很漂亮。所以呢，这个有人用所谓的惨败来形容这个朱立伦，当然有不同的看法啦，因为这场选举本来就跟过去那种没有什么争议的选举，或是没有人出来选的选举不太一样。这次张亚中呢，可以说是成功发挥了鲶鱼的效果。那第一个呢，逼迫这个国民党呢回到这个理念的本身。那么第二个呢，他也让这个很多这个国民党过去很多党员意兴阑珊，开始重新慢慢燃起了对国民党的热情。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乐观的角度来看，张亚中效应此刻看起来，我觉得对国民党是好的，至少呢让国民党又重新回到了这个镁光灯的焦点下。好，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朱立伦的票数。很多人认为呢，他现在虽然胜选了，但是我们也看到朱立伦展现了相当大的一个气度嘛，总是选赢了，所以他这2天忙得不得了。那么先是跟这个3位呢这个败选的候选人，先跟他们会面见面，然后聊一聊，希望能够达成一些共识等等。那么其中大家最注意的当然是张亚中了啊，他跟张亚中见面的这一天刚好是9月28号，就是教师节。他们2个呢都是台大的教授，那么互相的祝福教师节愉快，看起来呢一团和气，但是媒体呢这个嗅觉非常敏锐，还是闻到了一点点尴尬感啊。当然，这个张亚中呢，对于这个选前的一些这个选举言论呢，还是有点介意哈。他希望朱立伦帮他澄清一些事。那么朱立伦呢，当然这个礼贤下士啊，我们看到感觉上这个画风都是顺着这个张亚中，感觉上非常我们的台湾话讲起来非常 holy， 非常有礼貌啊。那么张亚中呢，也保持了这个君子的风度，特别是我觉得很难得的，在现场呢，他也强调团结的重要性。这个我想对于这个蓝军的这个支持者来讲是最重要的，因为国民党呢，光是败在分裂这件事情上，分裂丢掉了政权分裂把一个一个城市的这个执政权丢掉了这个整个台湾的这个执政权，这每一页的这个分裂史呢，让国民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那么这次呢，张亚中会不会率着支持者出走呢？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不过在跟这个国民党现任党主席朱立伦碰面的这一天呢，他已经讲得很清楚，此刻呢，国民党最重要的是团结啊，所以这个部分呢，让大家可以说是暂时安心了。那我首先请教一下这个介老师，你怎么看张亚中在现场呢？当然他是一个大家都认为他过去就是国民党的论述大师了当然他的很多论述大师，也许国民党并没有采用但是在这一次呢，我想国民党也很难去回避这个问题。所以他说呢，没有党魂的团结叫做和稀泥他强调党魂。另外他也强调，他说现在呢没有什么张粉亚中粉没有。他说我也不是蓝营共主，他强调的是团结。你怎么看待他这几句开宗明义的开场白？我觉得就正好反映他的性格。他是一个这个理念型的政治人物，所以他是理念优先，他不太搞和稀泥，他也不会暗示操作，他就是要走这种开大门开大路的。他比较喜欢像这个，就是说在公大庭广众之下公决，他不喜欢在密室协商，或者说在背后出招的一个风格啦。我想他这个风格也就是国民党里面的一个艺术，也是其实他被攻击说没有什么这个资历背景其实是错的。其实他实际从政经验还蛮长的，他也参选过，也选过国大代表。那么他几任的这个重要选举，包括以前陈履安的时候他就已经参与这个选举幕僚。那可是我说他是一个艺术。他这个跟国民党或者台湾的政治文化
事实上是很有差距的。这个张亚中他的得票也有这个6万多票哈，这个得票也算是蛮高的。那选后呢，当然很多张粉，当开票出来的结果，张粉很生气嘛哈，都说要出走。不过现在张亚中一声令下，大家的心算是慢慢的比较定了，团结在内，要准备下1亿的这个战役。稍后我们来谈哦。但是很多人都认为朱立伦是不是应该要重用张亚中？那怎么重用呢？大家都从找位子的方式去思考嘛。所以很多人讲高雄市长啊，什么这个新竹市长啊等等。但张亚中他不太喜欢从找位子的方式去思考啊。那你觉得朱立伦应该怎么样善用这股力量？我提过，其实张亚中最适合位置就是副主席嘛。那么这个就把6万票人心先稳住了。那我觉得也不要玩国民党过去那种比较怎么讲呢？比较虚伪的文化为给他尊在那边，供在那边。那现在不晓得朱立伦要把他尊在那边，还是供在那边了那我想就是说，你应该让张亚中继续发挥他的效应，那一种强烈的寻回党魂，强烈的替国民党找回他的精神力量的这一种人物放在国民党里面，让国民党永远记得，你今天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尤其在此时此刻不是你那个略施小惠、小恩小惠，那个没有办法成大局的。成大局，你一定要有一个政策，还有一个中心思想。现在台湾国民党是最没中心思想的一个政党。他可能过去为了强调有容乃大什么政见都容纳进来以后呢，他忘记他最初的初衷了。所以在国民党看起来是所有政党年轻政党里面他最没有自己中心思想、核心价值的一个政党。那我想张亚中也点出来，大家又认为说这个国民党呢，其实在某方面来讲，这个心胸不如民进党宽大。因为比方说在这个党内的这个初选等等，难免会造成一些裂痕、一些心结。但是民进党呢杀得刀刀见骨，像是蔡英文跟赖清德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选后呢，还是一样，这个虽然这个蔡英文让这个赖清德当他的副领导人，把他攻在那里，也没有什么实权。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找一个好舒服的位置给他。然后另外呢，当然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也算是这个位置很漂亮。蔡英文这个也算是赖清德的人生目前算是尖峰了。当然他还希望能够再往上爬。但是国民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胸襟呢？我觉得刚刚介大使讲的非常好就这场选举呢，其实给国民党一个当头棒喝国民党要改变。那当然，最该改变的是谁呢？我们就要谈谈现在进行式，这个人就是朱立伦了这个朱立伦呢，这个很多人给了他很多封号，叫正常伦。正常伦就是说，一方面他就是正正常常、规规矩矩，但好像也没有太多惊喜，或是平淡伦这个人很平淡。那所以呢，我就看他最近跟这个张亚中见面等等，因为选举结束，热度还是很高嘛。但是你看到媒体用的大标题，永远用的是张亚中的话，就不会用朱立伦的话。你回过头去看朱立伦到底讲了什么呢？朱立伦讲的就是四平八稳也不会错，但是你也不会记得，也没有什么亮点。我们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呢，你就觉得这种人你要给他下个大标题就是很困难就是找不出亮点。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很多人都觉得说，朱立伦应该要最先改变的恐怕是他自己包括他的说话方式那当然更深层的是他的思考方式还有他率领国民党的战斗方式过去他本身温文儒雅学问非常好，但是这个方式能够跟这个从街头起家的民进党来一决斗嘛？你觉得朱立伦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我想朱立伦他要把自己的定位搞清楚，他现在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他是一种非常高位阶的，那是一个政治工作者那他给我的感觉，他还是停留在那个新北市长或者桃园县长的那一个思维，那种 mindset， 就是那种思维方式。其实我是新北市民其实他做新北市做得很好。对，我觉得他做得很好，他的管理能力是很好的。可是做新北市长做好，不见得做党主席做好。党主席要掌管什么？那我不愿意借用大陆一句话，党主席要掌管什么？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政治的最重要的一个成分。你看美国的政治，那些到了联邦都是辩论，都是意识形态啊。对，你像欧洲选举都是社会党的，跟这些自由党、跟保守党，他谈的是社会形态、意识形态，谈的是什么？谈的是价值，谈的然后才谈到政策。你现在有价值，你才有政策，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朱立伦要赶快补习。另外一方面呢，他要借重张亚中。张亚中你给他放在任何位置他都是会活跳跳的，他不会妄自菲薄。你今天给他做一个专门委他可能他以为他是部长，那你要给他一个副主席他每天都会叫。那我说除了现实的，你可以把6万个选民66000张选票，国民党的选票把它展现出你重视这6万中选。对，其实这个政党一开始它是这个理念的一个结合，但是现在在我们台湾呢，它更多的是利益上的结合但是第一个利益的结合不长久，第二个利益的结合让选民瞧不起选民的忠心程度也不高，所以谢老师提醒的很对，就是说政党还是要回到理念就回到张亚中讲的党魂的身上那这是事实上是台湾像是国民党内部比较少讨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朱立伦作为一个统姑来讲，因为他的辈分够嘛，他的资历也够，他也还算是在国民党内还算是能够镇得住服人，因为接下来明年的这个选举除了县市长之外，更重要的是县市议员母鸡带小鸡等的概念，他能不能够扮演起一个统姑的一个角色，去这个协调顶鼐还有另外他能不能够扮演这个成功率领大家走向这个胜利的这个在后面推一把。我觉得朱立伦他的辈分他的智慧是够的但是当然第一个胸襟的部分，第二个找回理念恐怕才能够更长更久，没有错然后呢，最近大家还很关心这个张亚中也很有意思，在见面的时候呢，他准备了10个字送给这个朱立伦：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事。当然这是出自佛经了大家我想你懂得就是虽然选输了但他心中他有他自己的这个为人处事的方式，他有他看待国民党的这个角度这个方式呢跟朱立伦我觉得有相当大的歧义那我相信他们的磨合呢还有一段时间，因为像是我们看到在我们直播的昨天张亚中接受广播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他有一段话又被媒体拿来大做文章，认为他好像又在批判这个朱立伦但是我觉得毕竟选后嘛那他毕竟他这次虽然票数很高，但他落选了，我觉得落选是有权利对现任者去提出批评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批评这个朱立伦这个执政者就是说这个掌握了这个党机器之后呢，他应该用更宽大的心胸去看待导致我们要多谈点朱立伦上任之后有好几个难关第一个国民党这个9月的薪水恐怕要迟发了国民党呢在这个被民进党没收党产之后呢，现在确实是财政困窘，不只是如此呢，他的这个每个月的人事费算一算至少台币上1000万到了年底呢大概还有8000万的这个资金缺口这是第一个大难关。那第二个大难关呢，就是在这次国民党的这个党主席选举当中呢，国民党的民调支持度又掉了当然啦，这个国民党支持者很厌烦内斗，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当然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呢，它的背景游盈隆是比较绿的那么这几年它也是慢慢变浅绿，甚至有人怀疑它是不是浅蓝但不管如何，它的背后的这个资金资助不知道是哪里，我们也不太清楚。但他的民调就显示呢，最新的一份民调，民进党的支持度呢现在是30.1%，国民党呢19.3%呢跌破了，已经跌到了1字头。以前至少还有2字头，现在连2字头都没有，跌到了1字头而这个下滑的这一些呢，就是在选举期间从2字头掉到了1字头。后面的这个柯文哲领导的民众党呢有13.3%，也就是说呢，他现在离这个第3名只有6%的。还会掉，只有6%还会掉，这个让大家很担心。所以最近有4个字在台湾媒体还蛮流行，叫做蓝下白上会发生吗？还会掉，还会掉。其实，在选举的时候，有人都骂他说这个，就批评张亚中说，年轻人绝对不会支持你。对。可是事实显示，年轻人对张亚中可能是现在国民党台面上最有兴趣、支持度最高的。真的吗？这个是一个大家会觉得很惊奇的事实。其实，年轻人喜欢的是有主张，有新的主张，能够怎么讲？
能够虽千万人吾往矣，对自己的信念很有信心的这样政治领袖。所以张亚中让人家就是感觉到这个全身充满战斗气息嘛哈。所以朱立伦大家期许他可能要从平淡轮变成战斗轮呐，对不对？他那个轮子恐怕要转得快一点。他是这样啦，朱立伦他必须要了解哈。对。你现在做国民党主席，你不是回到做县长，县长是一人之上哈。对。不，你就是你自己的首长，整个县都得听你的嘛。你是个首长。对。然后所有人都听你的。你现在做政党的领袖，你是政治领袖，你的功能是结合各方面的力量，你能结合更多力量，你就可以做领袖。确实，因为他领导的这个政党里面，比方说各县市首长，他们的民意制度甚至比朱立伦还要多嘛。对。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作为这个党主席呢，他就不能够一个人高高在上，期待大家都要听他的，他要调和顶难。那么更重要的呢，他要传达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理念价值。但是我觉得国民党呢，在这次党主席之战之后呢，在这个理念价值、党魂的寻找的部分呢，现在是搬上台面啊。这个部分其实是有蛮大歧义的，我觉得还要需要时间磨合。好，紧接着朱立伦眼前的挑战就是10月23号啊，要罢免一位海外的华人朋友可能不太理解，我稍微说一下这个背景，罢免一位台湾基进党的一个这个陈柏惟哦，他是台中第2选区所选出来的立委。那么基进党呢，目前在台湾的支持度只有1.3%哦，非常小。那他就是一个民进党的侧翼了哈，专门这个帮民进党。所以这次我们看到，民进党虽然这个蔡英文还没有表态，因为蔡英文当然大家知道嘛，他机会主义者哈，他如果看罢免会过，他就不会表态；罢免不会过，他当然就出来收割嘛啊。那但是目前绿营有很多指标性人物，像现在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啊、管碧玲、陈提芬等等都已经站出来表态哈，要支持陈柏惟反罢免这个部分呢看得很清楚。当然这个国民党呢是全力的，我觉得这点蛮好的，就看到了张亚中哈，包括败选的江启臣以及现任党主席朱立伦，大家呢众口一致的说，此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去罢免陈柏惟啊。那么陈柏惟呢，这个说起来也有趣，当初这个人是谁，大家根本搞不清楚，他本来就是个网红嘛，他的绰号叫 Thank You 哥啊，Thank You 啊，口头禅。那么在2020年呢，他竟然在第2选区哈意外的击败了严家啊，严家从爸爸这个严清标到儿子这个严宽恒啊，可以说是地方之霸啊。这个在这个地方的势力是非常非常的稳固，有钱有势，而且在地方经营的很好。很多这个外国朋友到台湾来，什么大甲镇澜宫很喜欢去哦，大甲镇澜宫就是他们的这个势力范围。所以呢，当时这个严宽恒竟然输了陈柏惟有5073票哦，所有的选举专家眼镜掉满地啊，眼镜碎满地。当绿营整个嗨翻了，觉得是把这一区呢本来向来是蓝营的选区，整个把它翻了过来。那这个陈柏惟呢，他到底有什么本事呢？感觉上也没有。从那时候到现在，就是一招走天下，这一招呢就叫做抗中保台。好，抗中保台。那但是呢，他虽然这个抗中保台，好吧，我们就勉强看作成他的个人理念价值，但他的手段呢，往往就是极其粗糙、极其无厘头、极其甚至霸凌啊，或者说他没有论述的基础，那翻来覆去的呢，就像是跳针一样。但是年轻人就喜欢他这种奇怪的、有点好笑的、无厘头的一些这个本质哦。那么他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侧翼打手，所以也因此本来大家都觉得陈柏惟根本不是个咖，小角色根本不值得探讨。但是呢，他宛如上升到了国民两党的对决。在朱立伦上任之后呢，这一战有不能输的压力，这是他党内立威的第一战。那民进党当然是希望呢，借此赶快就把朱立伦给打掉。如果这一战就输的话，朱立伦接下来要领导恐怕困难度很高。你怎么看？我觉得朱立伦这一仗应该打胜是轻而易举了。真的吗？为什么？因为陈柏惟他不做地方服务。其实现在不是我们全台湾的投票，就是第2选区投票。对，是。那陈柏惟给过他时间，给了他一段时间，当地的选民对投票给他是期望他给地方带来一些好正面的一些建设也好啊，好的形象也好。那陈柏惟基本上是一个搞笑型人物，无厘头。对。学识不好说，连常识都没有，对不对？那你地方人物脸上有光吗？没有光。另外我知道的消息是他从不做选民服务他以为他只要在网上这个哗众取宠一下抗中保台一下他就有票。他过去可能正好势头来了，现在民进党整个在地方上，大家对民进党都不满，民进党民调在掉。
然后陈柏惟叫地方的层面，他又不做任何的选民服务，又给地方带来羞辱。那这个情况的时候，国民党还连这样子一个政治人物都罢免不了的话，那只能说国民党并无膏肓了。那只能说朱立伦领导无方。我们说实话，这个案子也推了很久了，应该是朱立伦最后是来收割的啦。如果打输的话，那真的我们说我们选错人了。对，这个谢大使比较乐观哈，但是我最近看到几篇评论哈，大家也不要小看这个民进党的动员能力啊。这个陈柏惟当然最引发大家愤怒的，主要就是这个台湾5月份开始疫情爆发，当6月份的时候呢，国民党提案希望赶快去买4000万剂的疫苗，结果陈柏惟在立法院投下了反对票，因为他是民进党侧翼嘛，民进党都投反对票，他也投反对票。然后呢，台湾的自产疫苗高端，国民党认为应该要走完3期试验再来施打，符合国际科学程序，在立法院呢，他也跟着民进党去投下了反对票，所以台中第2选区的乡亲呢，睁大眼睛瞠目结舌啊！我们怎么会选出来这样的一个这个立法委员？我们没有疫苗，但是你却反对对，去这个进口疫苗，是致命性的，对，这是一个致命性的一个这个伤害啊！所以当然真的是台湾的选民有点健忘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所以10月23号呢，罢免陈柏惟、朱立伦胜选的第一仗，紧接着呢，假设这一仗打赢的话呢，接下来也不轻松哦。好，接下来还有12月18号的4大公投，然后才是明年底的这个地方县市首长还有县市议员的选举。更长远的目标呢是2024年的这个领导人选举哦。很多人在怀疑朱立伦是不是2024年想自己出来选，我觉得讲这个真的是言之过早。你得看他前面能不能够通过考验。